大家好，我是李建宏，欢迎来到福满生活。您这会儿手机在哪儿呢？是不是正攥在手心里，或者就摆在眼前的茶几上？您有没有那么一瞬间，觉得屏幕上头的前摄像头像只眼睛一样正盯着您？您是不是以为手指一点，屏幕黑了，手机就跟睡着了似的？是不是觉得只要没点开相机那个图标，摄像头就是关着的？要是这么想，那您可就真大意了。今天老李我必须得跟各位朋友们说一个让人脊梁骨发冷的话，您兜里揣的，手里捧的这个宝贝疙瘩，他可能一天24小时都不歇着，把您屋里头的景象，一家人关起门来说的体己话，当成个不花钱的直播，往外头不知道什么地方传。这可不是我在这儿吓唬人，您要是想把那些伸进咱家里的眼睛和耳朵给撵出去，那今天这期视频您可得听完。在讲之前，老李我有个不情之请，麻烦您动动那发财的金手指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或者在底下评论区里敲上守护家园4个字，让我知道您也在意这个事。要是觉得我这人说话还算实在，您不妨点个关注。不知道大伙在平常日子里有没有碰上过这种邪门事儿，邪乎得让人心里直犯嘀咕。就比方说前天吧，您跟老伴在厨房一边择菜一边闲聊，随口念到了一句，这天儿说热就热，厨房这小风扇转起来都没风了，该换个新的了。结果呢，您话刚落音，擦擦手，拿起手机，刚打开那个购物软件，或是随便刷个新闻，嘿，首页头一条，明晃晃给您推荐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电风扇。再举个例子，您和几个老伙计在公园下棋，有人揉着膝盖说，这老寒腿一到变天就疼，得弄点膏药贴贴。您呢，也就是跟着聊了几句，手机上可压根没搜过膏药、膝盖疼这些层。等您回家，往沙发上一坐，打开手机，奇了怪了，满屏幕不是卖祖传膏药的，就是推荐磁疗护膝的，还有啥骨科医院的广告也跟着来了。一回两回，您可能拍拍脑袋，说哟，巧了。可要是3天2头，您刚念叨完啥，手机立马就给您推啥，您还觉得这是赶巧了吗？我给您交个底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大数据聪明，更不是您跟手机心有灵犀，这就是实打实的偷听。您手里的这部手机，现在就像个埋伏在身边的小特务，他不说话，但他长了耳朵，也安了眼睛。那些不地道的、耍流氓的软件，他们有办法在您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在后台偷偷把您的麦克风打开，把您的摄像头启动，您说了什么，他悄悄录下来，您屋里啥样，他偷偷拍下来，然后顺着网络就传回到他们的老窝去了。他们费这老大劲图啥呢？就图一个钱字。在眼下这网络时代，咱们普通老百姓的隐私那就是金矿。他们知道您想买电扇，转头就把这消息卖给卖电扇的商家，商家立马把广告精准的砸到您的手机上。这有个好听的名额叫精准营销，说的好听是为您服务，说的不好听，这就是把咱当成了玻璃缸里的鱼，看得一清二楚，琢磨着从哪里下网呢。而且更吓人的还在后头，有些坏心眼的软件，它可不只是为了给您推广告，有些带了病毒的恶意软件，它真能通过您的前置摄像头，偷偷拍您的照片，录您的视频。您琢磨琢磨，咱们在家里图个自在，穿得随便点，夏天可能光个膀子，累了在沙发上躺得四仰八叉，这要是都被悄摸声的拍下来，流传到那乱七八糟的网站上去，咱这张老脸还往哪搁？这还不算完，更有那心肠歹毒的，拿这些偷拍来的画面去搞诈骗、敲竹杠。前阵子新闻不都报了吗？有个年轻小伙就在手机里下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手电筒软件，结果这软件在后台偷偷调用摄像头，把他的人脸信息给录了个全乎。骗子拿着这段人脸视频，跑到一些网贷平台，冒充他本人借走了一大笔钱。等到催债的电话打上门，这小伙子还蒙在鼓里呢。你说冤不冤？所以说，这事儿早就不是广告烦不烦人的问题了，它直接关系到咱们的钱袋子稳不稳当，关系到咱们的名声清不清白。那说了这么多，咱们怎么才能晓得手机这会儿是不是正在偷摸干坏事呢？是不是正在录音录像呢？其实手机厂家也明白这里头的风险，所以现在咱们用的智能机都有一个顶顶重要的提示功能，可惜太多人从来没拿正眼瞧过它。大家现在就把手机拿起来，瞅一眼屏幕最顶上那一溜，就是显示电量，
显示时间、显示信号的那一条，咱们管它叫状态栏。当您打开相机拍照或者接打电话的时候，您留神看，在这个状态栏的右上角或者左上角，是不是会冒出来一个非常小的小圆点？这圆点通常是绿色或者是橙色的。大家千万记住了，这个小绿点或者小橙点就是您手机的警报灯。如果您瞅见屏幕顶上都出来一个绿色的小圆点，那就意味着您手机的摄像头正在干活，正在拍东西呢。如果您看到的是一个橙色的小圆点，那就说明麦克风正在工作，正在录音呢。这功能本来是厂家好心提醒咱们的。比如您跟孙子孙女视频聊天，出现绿点，那是正常的，因为咱确实在用摄像头。但是关键点来了，如果您明明啥也没干，就安安静静的看个电子书，或者就是刷刷朋友圈，甚至您只是把手机扣在桌子上，可那个小绿点或者小橙点却神不知鬼不觉的自己亮起来了，那您心里的警报可就得拉到最高级别了。这100%说明有某个软件正在后台鬼鬼祟祟的调用您的摄像头或者麦克风，它正在偷看，在偷听。这时候该咋办？您别慌，赶紧用手指从屏幕顶端往下这么一滑，拉出通知栏。现在的手机都很聪明，一般都会在这通知栏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您，到底是微信还是某多多，亦或是哪个您听都没听过的软件，正在使用摄像头或者麦克风。一旦把这个内鬼给揪出来，您可千万别心软，能卸载的立马就给它卸载了。这种惦记着您隐私的软件，留它在手机里，那就是个定时炸弹。不过老李我也知道，有些软件咱们日常离不了，像微信的联系儿女，地图得出门导航，购物软件也得偶尔用用，总不能全扔了吧？那咱们怎么才能既用着这些软件，又防着他们的小动作呢？这就需要咱们自己动手，给手机的隐私权限立立规矩了。这就好比给咱家装防盗门，换锁芯，钥匙得攥在自己手里，不能谁想进都能进。接下来老李我就手把手一步一步教大家怎么设置这2个最要紧的开关。大家别怕麻烦，跟着我的步子来。不管您用的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，大体的路数都差不多。第一步，在您手机的桌面上找一个长得像齿轮的图标，这个图标名字就叫设置，它是整部手机的总管，所有规矩都得在这儿定。点开设置之后，您会看到一长串的菜单列表，别眼花，慢慢用手指往上滑拉，找一个叫隐私的选项。有的手机可能叫隐私保护，也有的叫权限管理或者安全与隐私，反正您认准隐私或者权限这2个词，点进去就没错。点进去之后，您会找到一个叫权限管理的入口，这里面把手机所有敏感的权限都列出来了，什么位置信息啊、通讯录啊、短信啊，当然还有咱们今天的重头戏，相机和麦克风。咱们先点开相机这个选项，点进去一看，您80%的吓一跳，好家伙，您手机里装的大大小小，几乎所有的软件都在这排队申请用您的摄像头呢。这时候咱们的大扫除就开始了，您得耐着性子一个一个的审阅这些软件。对于那些确实离不开相机的软件，比如微信，因为咱们要跟孩子视频，要扫码付款，这个权限必须得给，但是咱们绝不能给它始终允许。所以对于微信、支付宝这类日常必用的，咱们把权限改成仅在使用时允许，或者使用期间允许，这样咱们的安全感就多了不止一层。而对于那些压根用不着相机的软件，比如刚才说的计算器、手电筒，还有听广播的软件、看小说的软件，您千万别客气，直接找到选项，选择禁止或者拒绝，就是彻底不让它碰摄像头。它要是弹出个小窗问您要权限，您就坚决点拒绝，别不好意思，把相机权限收拾利索了。咱们退回上一步，再点开麦克风这个选项，道理是一模一样的。您会看见又是一长串软件在申请耳朵的权限，您照方抓药。对于微信这种需要发语音消息的，改成仅在使用时允许。对于那些根本不需要张嘴说话的软件，统统给他们禁止。您把相机和麦克风这2大关键权限给设置好了，就相当于给手机戴上了眼罩，塞上了耳塞。那些流氓软件再想在后台搞小动作，那可是难上加难了。除了这2个最基本的设置，老李我再教大家2招防身的硬功夫，也是关乎隐私安全的要紧设置。这第3个要检查的叫位置信息，也就是常说的定位。
您有没有觉着自己好像走到哪，手机都知道？您前脚刚去了一趟老年大学，后脚手机就给您推荐书法培训班。您刚去菜市场逛了逛，马上就有卖农副产品的广告弹出来。这就是因为您的位置信息被泄露了，软件时时刻刻都在追踪您到过哪。同样是在权限管理里面，您找到位置信息或者定位服务，点进去，您会发现好多软件都请求始终允许定位。这意味着啥？意味着哪怕您夜里睡着了，它都知道您睡在城东还是城西，这想想都吓人。所以，除了导航地图、打车软件这类离了定位没法用的，其他软件，尤其是那些工具类、娱乐类的，尽量都改成仅在使用时允许，或者干脆禁止。第四个要警惕的设置，叫剪贴板读取权限。这名额听着有点专业，我给您白话解释一下，啥是剪贴板？就是当您在手机上复制一段文字，比如复制了个笑话，或者复制了短信里的验证码，复制了孩子发来的银行卡号，这些被复制的内容会暂时存放在手机一个叫剪贴板的地方。很多不规矩的软件有个臭毛病，每次您一打开它，它就自动去偷看您的剪贴板，瞅瞅您刚才复制了啥。如果您刚才复制的是淘宝的商品链接，它给您弹个类似商品，这还算有点边界。可要是您刚才复制的是银行发来的密码，是身份证号码，是至关重要的短信验证码，然后您顺手点开了一个流氓软件，这软件偷看了您的剪贴板，这些绝密信息瞬间就泄露了，您的钱财可能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走了。所以这个权限千万不能大意。现在好一点的手机系统，隐私保护功能都做得比较周全，一般都内置了剪贴板保护。您还是在隐私或者权限管理设置里，仔细找找剪贴板或者剪贴板读取这个选项，把它设置成智能询问或者每次均询问。意思是，当一个软件想读取您剪贴板内容时，手机会主动弹个窗问您，某某软件想读取您复制的内容，允许吗？这时候，如果您是自己想粘贴东西，比如在微信里粘贴个地址，那您就点允许。如果您啥也没干，莫名其妙弹出来这个询问，那您一定要毫不犹豫地点拒绝。把上面这几步都扎实地做下来，咱们基本上就把手机那些容易被人钻空子的后门给堵严实了。当然，光设置好手机还不够，咱们平时用手机的习惯也得跟着改改。老李再给大伙提几个贴心的小建议。一，软件千万别胡乱下载，特别是那些在网页里突然弹出来的，说什么手机内存已满，立即清理或者检测到病毒，请立即查杀。还有那种打着看美女视频、走路赚钱幌子的软件，这些玩意10个里头有9个半都是披着羊皮的狼，他们就是靠窃取用户隐私活着的。您手指一点下载，那就等于开门一道，把贼请进家了。下载软件咱宁可麻烦点，一定要去手机自带的应用商店里找，那里的软件好歹是经过官方一道审核的，相对靠谱得多。第二，面对权限请求要小气一点，对于不那么信任的软件，能不给的权限坚决不给。有些软件特别横，您不给它相机权限，它直接就闪退，不让您用。如果不是非用不可，老李劝您直接卸载了事，换个别的同类软件。第三，给摄像头贴上创可贴，这招是个土办法，但也是最实在、最管用的物理防御。如果您实在不放心，或者觉得那些设置太繁琐搞不明白，那您就去弄一小块不透光的电工胶布，或者专用的摄像头贴纸，把手机正面那个前摄像头给贴上，这就叫一力降10惠。任你软件技术通天，任黑客手段再高，只要镜头被挡得严严实实，拍出来的就是一片漆黑，啥也得不到。家里的电脑摄像头如果不常用，更是强烈建议贴上，电脑中病毒木马的风险有时候比手机还大。第四，说悄悄话，记得避开手机。既然咱们知道了手机有被偷听的可能，那咱就得长个心眼。各位朋友，科技发展给咱们带来了天大的方便，足不出户能知天下事，能买天下物。可这科技它也是一把双刃剑，它在殷勤服务咱们的同时，那双眼睛也可能在暗处打量着咱们。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对这些电子玩意本来就不像年轻人那么熟稔，更容易一不小心就着了道。咱们今天把这些开关牢牢抓在自己手里，把该关的门窗都关好，不仅仅是为了眼前清静，少看几条广告，更是为了守住咱个人和家庭隐私的最后一道防线。
家是咱们最放松、最自在的窝，手机是咱们的私人物品，绝不能让它反过来变成一个摆在身边的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器。我希望大家看完这个视频，一定要真的马上拿出手机，对照着我说的方法，实实在在的操作一遍。如果您步骤记不住，没关系，可以把视频暂停，一步一停的跟着设置。这不仅是帮您自己，也是让他们都重视起来，保护隐私，人人有责。特别是家里有小孩子的，孩子玩手机游戏最容易误点乱授权，咱们得替他们，也帮他们把好这个安全关。咱们活在这样一个大数据智能化的时代，彻底离开手机，离开网络不现实，但咱们可以学着变得更精明，更有智慧的去使用它。我就想用我了解到的这些知识，帮咱们中老年朋友把眼睛擦亮一点，在享受科技带来的夕阳红乐趣的同时，也能安安稳稳、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的小日子。好了，如果您觉得李建宏说的在理，觉得这个视频哪怕有一句话对您有帮助，请您千万别舍不得给我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最好再动动手指，把视频分享到您的家族群里去，让更多的亲朋好友都看到，都行动起来。咱们一起把那些想偷窥的黑眼睛蒙上，把那些想偷听的黑耳朵堵上，守护好咱们的个人隐私，就是守护咱们晚年的尊严，就是守护咱们家庭的和睦与安全。如果在设置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，都欢迎您随时在视频底下留言，大家互帮互助，一起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，越来越有福气。感谢各位的耐心收看，我是李建宏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